月31日上午11点，中国第一条量子芯片生产线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首次向公众亮相。这条产线2022年1月投入运营，在这1年的时间里，陆续导出24台量子芯片相关的工艺设备，孵化出了3套自研的量子芯片专用设备，生产了1500多个批次流片试制的产品，交付了多个批次的量子芯片以及量子放大器等产品。目前，国产量子芯片悟空已经在安徽合肥成功生产，并且正在与计算机进行适配。搭载悟空量子芯片的计算机将是中国最强的量子计算机，而量子计算机被认为是新一轮科技的战略制高点，量子芯片也被看作是硅芯片的下一代产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量子芯片究竟是什么？和纳米芯片有什么区别？能否带领我们突破芯片难题，摆脱卡脖子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量子芯片其实就是把量子线路集成在基片上，使其具备处理量子信息和数据的能力。量子芯片未来也要走集成化道路，这一点和传统芯片相似。不同的是，传统芯片增加的是晶体管数量，而量子芯片增加的是量子信息。为什么要研发量子芯片？我们都知道摩尔定律，当价格不变时，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至24个月便会增加1倍，性能也将提升1倍。传统的硅基芯片一直按照摩尔定律更新迭代，但随着晶体管数量的增加，工艺制程下降至5纳米、3纳米时，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量子隧穿效应。由于量子隧穿导致芯片的良品率下降，漏电率提升，甚至科学家们认为1纳米就是硅基芯片的尽头。那么，与其花费大量精力解决量子隧穿问题，倒不如研发量子芯片来代替传统芯片。于是，各国开始投入资金研发量子芯片。目前在该领域，中美日走在世界的前列。那么，量子芯片和传统芯片都有哪些不同之处呢？一、材料不同。传统芯片是以硅为原材料的半导体，而量子芯片原材料则更为丰富，可以是超导体、半导体、绝缘体或者金属。二、逻辑不同。传统芯片通过控制晶体管的电压，从而产生一个数据0或1， 0表示关，1表示开。0和1共同组成了二进制数据，它的基数为2，遵守逢2进1，借1当2的规则。计算机中所有的信息都将转化为由0和1组成的代码，然后进行存储和传输。量子芯片的数据采用微观的量子表示，根据量子力学原理，量子数据可以表示0、1，也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。这种叠加状态就是量子芯片的最大特点，它可以进行多路径计算，因此效率更高，结果更精准。三、工艺不同。传统芯片首先制造晶圆，制造出来的晶圆上没有电子信息，然后在晶圆上光刻电路图，最后进行封装测试。量子芯片先通过分子束外延生长含有2维电子的基片材料，然后再进行刻蚀，最后通过电子束蒸发金属镀膜，加上金属剥离技术，最终获得量子芯片。四、性能不同。量子芯片的性能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。当传统芯片接近理论的技术瓶颈时，量子芯片可以轻松突破，并且可以再提升100倍、1000倍。做个比喻，如果传统芯片是自行车，那么量子芯片就是飞机。一台搭载50个量子的计算机，其速度可以超越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。总的来说，量子芯片对于传统芯片就是全面的升级，甚至是推倒重来，仅在概念和算法上模拟传统芯片。传统芯片就像砖和木头盖房子，量子芯片就是钢筋混凝土盖高楼大厦。中国的量子技术处于领先地位，但整体来说仍落后于美国。在专利方面，截至2022年10月18日，全球公开的量子计算领域的专利排行榜如下：第一名，美国 IBM 1323件；第二名，美国硅谷762件；
第3名加拿大 DeWitt 501件，第4名美国微软496件，第5名美国诺格公司262件，第6名中国本源量子234件。可以看出，在量子技术的专利方面，美国依然处于绝对领先位置。中国的本源量子在国内很优秀，但与 IBM、谷歌仍有不小的差距。但在量子通信技术这块，中国领先世界。早在2016年8月，中国就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实验卫星，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负责研发，搭载在长征2号丁火箭上升空。墨子号实现了相距1200公里2个地面站之间的量子态远程传输，创下了上千公里的量子密钥的分发。2017年，中国开通了世界上第1条量子保密通信的干线——京沪干线。2017年9月29日，京沪干线开通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通过墨子号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安东·塞林格进行了世界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视频通话。2021年，潘建伟、陈宇翔、彭承志在《自然》上发表了文章，文中提到了墨子号与京沪干线连接总跨度达到了4600公里，也就是可以实现4600公里的量子通信。量子通信最大的优势就是加密，传统通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，而量子通讯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。量子通信可以让信息的接收、发送方同时获得一段随机的字符，双方手里的随机字符是完全相同的，但第三方无法窃听，因为一旦窃听就会被立刻发现，这都是由量子力学原理保证的。欧美等国家也在量子通信方面投入大量资金，但仍然没有达到中国的高度，这一点绝对是值得骄傲的。很多网友幻想着弯道超车，但实际上哪里有什么弯道超车，只有不断的努力研发，才能实现追赶超越。传统芯片领域，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，在量子芯片领域，美国依然处于领先地位，这得益于其在该领域庞大的投资。量子芯片是用来提高算力的，而算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数据的解读，也影响着未来的预判。这就是美国大力发展量子芯片的原因。目前 IBM 研发的量子芯片已经达到了433量子比特，大幅领先于中国的76比特。谷歌、微软的研发实力也十分强劲。研发量子芯片也需要更多的人才，以及传统芯片的技术和材料物理，这些我们都不具备优势。总的来说，中国在量子通信是我们的优势，但在专利及量子芯片方面仍然比不过美国，所以未来在量子技术方面，我们仍然需要加倍努力。还有一个相信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 EUV 光刻机是7纳米及以下传统芯片的必须设备，那么量子芯片能不能摆脱 EUV 光刻机呢？目前对量子芯片的研究主要包括超导量子电路、半导体量子点、离子阱、量子拓扑、金刚石空位、光量子技术。EUV 光刻机针对的是硅基芯片，而超导、金刚石、光量子显然不会用到这类设备。此外，量子芯片不需要在机体上雕刻几百亿个晶体管，而是通过电子束外延生长量子，可以说二者的工艺并不相同，因此对光科技的需求差异很大。量子芯片还可以使用碳基材料，而碳基芯片采用的是碳纳米管搭建技术，根本用不到光刻机。可以说，量子芯片完全有能力绕开光刻机，使用其他的设备进行制造。即便是用到光刻机，也不需要 EUV 这类顶级设备。目前，中国第1条量子芯片生产线已经搭建完毕，这条生产线中并没有出现 EUV 光刻机，这也恰好提供了佐证。如果中国能够将量子芯片技术发扬光大，使其应用在更多的场景中，那么不但可以有效地提高芯片的性能，同时也能绕开 EUV 光刻机，彻底摆脱卡脖子。安徽合肥搭建的量子芯片生产线是中国在量子芯片领域的重大突破，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有制造量子计算机的能力。量子芯片与传统的硅基芯片制造技术并不同，可以完美的绕开 EUV 光刻机技术，同时将芯片的性能提升1000倍、万倍。
如果我们能够打造一条完全自主的国产量子芯片产业链，那么摆脱卡脖子、逆袭欧美日韩都是有可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中国的量子芯片能不能摆脱卡脖子的境地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